好，我们先调一个底色。每次我们画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调一个底色，因为不管是多深的这个花，它都会有一点点浅色部分。因为这整朵花它就是有一个这个深浅的变化和浓淡的变化，所以我们都先要调一个底色，预备着放在一边。好，这个底色调好之后。那么今天画这朵花啊，然后这朵花它是一个绣球型的，我们今天就画绣球型的。我们今天就主要还是讲这个花型花瓣。好，这朵花我们先来分解哈，先还是一样的要分解。这朵花它是一个绣球型的，绣球型也就是它这样子中间是有一个球状的东西，中间是有个球状，然后周边有一些这个花瓣，它是跟这个完全两种类型的花瓣，就是不一样的花瓣。那我们可以把这朵花可以分为分为这个3层去画。那我们通常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最亮的是不是画在这个上面，是吧？那么这朵花我们可以把最亮的最浅的我们画在这里，画在这里，把这里做第1层，这里做第1层，这里做第2层，这里做第2层，这里做第3层。它这个3层会有变化，然后我们来分解它的特征，花型的特征。这个第1层，看一下这朵花，这朵花我们为什么把这里画成这种白色的？我们就把它这个花瓣画成不一样的，让它更白一点。像这样子，它有一个强烈的对比，这朵花会显得更加精彩，更加有精神。第1层，这个圆中间的哈，在这个圆中间的这2层，1、2层，它的花瓣它都是小的，所以我们第1层的花瓣的大小它肯定是小的，然后颜色的深浅呢，它是浅的，它是最浅的，整朵花里面最浅的一个部分。然后物象呢，物象它肯定是虚的，物象是虚的，我们最浅的一般都是虚的哈，基本上我们看不到它的每一个花瓣的这种交接点，它都是比较虚的，整朵花里面有虚有实，这一朵花它才会精神，才会好看。然后第2层呢，第2层它的花瓣也是小的哈，第2层它也是在这个框这个圆，在这个圆里面。花瓣是小的，颜色会相对于这第1层的话，它肯定是跟第1层相对比的话，它就是深的。然后物象它是实的，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实话，我们说这里是实，并不是说它全部是实的，实中它也会有虚，实里面也会有虚，在这个虚里面它也会有实，你中都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比如说这个深里面。我们说第2层这里面是深的，它只是有一些地方深的比较多，它可能也有浅的，深中有浅，浅中有深。像这些里面哈，大小的里面都有大，大的里面都有小，它只是说我们一眼看上去它小的比较多，浅的比较多，虚的比较多，所以我们把它定位成这个小浅虚。其实它都是小中有大，然后浅中有深，虚中有实。都是互相的，都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然后第3层的花瓣，它明显在这朵花里面，它的花瓣肯定是大的，它完全不一样。大的当然大中肯定也是有小的哈，不是说它全部是大花瓣。我们所讲的这个大，只是说它相对而言大的比较多，所以我们把它定位为成为大的。然后颜色它也是深的，但是它深的会跟这些深会有一些不一样，它深的话，在整朵花它会显得暗一些，暗一些。我们就是要怎么去表达这个暗？可能我们在调色中只能用调色去表达出它的这个暗一些。绣球型，然后物象哈，物象也是实的，物象也是实的，当然实中可能也会有一些虚。然后我们分解一下它的颜色，这朵花用什么颜色？这朵花之前用的什么颜色？你们还记得吗？底色肯定是太白加3绿，所以我们一直说哈，不用太严谨了，太白加3绿，不用太严谨，我们用其他的颜色也没问题。我们就用这个朱砂可以用一点哈。这的话，我们用牡丹红和胭脂2种颜色来画吧。用牡丹红和胭脂，
牡丹红、胭脂，用很简单的颜色来画。今天不要用太多颜色，太复杂的颜色，尽量让颜色单调一些，好吧？底色在后面的底色我们会再加一些哈，后面的底色会再加一些三绿和胭脂。注意这个点哈，胭脂底色里面还要加一些三绿和胭脂，加深。好，我们开始先来分解一下它的花瓣。那么我们要先把这个颜料给挤出来啊。用牡丹红和胭脂两种最简单的颜色来画，就用牡丹红和这个胭脂两个颜色。我们首先用牡丹红，把牡丹红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不要调太多了，浅浅的一层，浅浅的一层。如果你笔上的水分太多了，你可以在旁边的废纸上这样子沾掉一些水分。你怎么看这个水分是不是多呢？你在调色的时候一调，这个水分就掉到盘子里，掉到这个盘子里很多，这说明它的水分肯定是多了。所以说你在旁边这样子沾掉一点，沾掉一点，这样子你画起来就不会说，不至于说太多水分，你把控不好。好，我们示范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，先画第二层。因为每次画花的时候，画这个花头的时候，都是从中间这一层开始画起。第二层的这个花瓣，第二层它这个花瓣啊，笔尖上一定要有深色哈，笔尖上有深色，你才能会显出这个花瓣的这个深浅变化。第二层啊，我们现在示范的是第二层。第二层的花瓣是什么？特征是小，然后颜色是深，然后物象是实，当然这种小中有大，然后实中有虚。然后颜色也是深中有浅，所以这个花瓣它都是碎的。画碎花瓣怎么画？就像你们写字一样的，各种各样的形式哦，点、撇、捺、横，各种各样的笔法，你去画。那你可以画圆一点，也可以画小一点，这么小，有可能这么小，这样子随着点一下就是一个花瓣了。因为它都是碎花瓣，你根本就看不出它的正反，所以画这朵花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用讲它的正反了，不用看它的正反，我们只讲关系。跟前面我们前面画的那个常规型的和包菜型的就完全不一样。常规型的和包菜型的，我们都是要画这个花瓣的正反瓣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这朵花，这个绣球型的，我们就不用看花瓣的这个正反了，没有正反，只有这个关系，只有这个大小、虚实、深浅这种大关系，你只要把这种大关系给掌握好了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再画一个组合，画这个小花瓣的一个组合。小花瓣的组合，你可以这么想。这边也可以圆一点，是吧？让它有圆的，有长的，各种各样姿态的。那你这边又可以这样子来。笔尖上有深色的哦，笔尖上有深色，你才能画出这种颜色的这种变化，深浅变化。那你可以这个可以画长一点，长一点的旁边又会加一些小的，又会加一些这个特别小的，我们直接这么去点一下，就是一个小花瓣。是吧？当然我现在是给大家示范，所以说画的特别慢。如果说你要是自己画作品的时候，可能这种花瓣你很快画出来，这种感觉会更加好。所以但是很快的话，一定要你练到一种程度的时候才可以。好，这样去组合各种各样的花瓣，各种各样姿态的花瓣，你去组合它。那有大的，有小的，有这么小的，有非常小的，你直接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。有的时候你就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。各种各样形态，有长的、短的、圆的、扁的，各种各样姿态的花瓣。颜色一定要调匀，你看像这样子颜色没有调匀，你画出来这个花瓣这种感觉就不好看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耐心哈，多调几下，一定要有耐心，在这个盘子里面把这个颜色多调几下，一定要把颜色调匀了，
颜色调匀了，它画出来的东西才好看。然后像这么多小花瓣哈，这么多小花瓣，我们可以画一个大花瓣。这个大花瓣可以再夸张，可以特别夸张，也特别大。大花瓣旁边又可以再画这个小花瓣，一层一层的哈，再画这个小花瓣，各种各样的小花瓣，这样子再去画，这样子就是一个组合了。这个组合里面有什么？有什么？有关系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这个深的哈，有深的，有浅的，还有这个小的，也有大的，有虚的，有实的，就有这种变化。即使我们画一个小组合，里面也会有一朵花，里面有这个变化，一个小组合也会有这个变化，一幅作品也是要有这个变化。我们再来一个组合，你们画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子快一点哈，直接这么去点它。当然自己画的时候，你看你像这么去点，它都是花瓣。像这朵花哈，绣球形的花，绣球形的花说起来很容易，它画起来也很容易，但是你要掌握了它的这个法则，这个画的这个法则，你才会觉得容易。这各种各样的形态，各种各样的姿态，这有大的有小的，让这样去组合。即使我们画一层层的，我们一直说的是不要避免一层层的花瓣，我们即使画一层层的，我们也要不一样，也要让它的层次也要有变化，也要有不一样。我们现在还是在给大家示范这个小的这个组合啊，这个第二层的这个花瓣的组合。组合里面我们讲的大关系，我也一直在重复的讲，就是怕你们应该记得住吧。我们要讲什么大关系？我们画完之后，这个组合画完之后，我们还可以提一下里面的深色，可以用笔尖，有一些地方我想提深一点，还可以再提。像这样提，它又会有一种这种变化来，会不一样。宾主只是其中的一种哈，宾主只是我们现在讲的这朵花里面要有什么关系？这个大关系是什么？是这个花瓣的大小、物象的虚实。偶尔会有一些大花瓣，这个花瓣可以大的可以很大很夸张，像这样子就也是一个组合。现在是给大家示范的这个组合，这个是第二层的花瓣。那我们现在示范一下第一层的花瓣。第一层的花瓣它是物象是虚的，颜色是浅的，花瓣也是小的。那第一层的时候，我们只是笔上有底色，沾了底色之后，我们稍微的沾一点点这个牡丹红就可以了，沾一点点牡丹红就可以了。然后画出这个虚的这个花瓣，画虚的花瓣，我们直接用这个笔去点就可以了。这样子去点，我们可以再点层次，往上再点层次。这个是不是很虚？看不到，看不怎么清呢？我们就是要有这种效果，就是看不怎么清的效果，这样才会虚啊，就是要这种虚的，它里面有很小的，有一些很小的细节，你可以这样子小小的细节，你这样把这些小的这个所有的都组合在一起。当然你组合的时候还是要讲究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关系，大小虚实，颜色深浅的这种变化。其实这种虚的地方你也不能说画成一片了，全部是浅的，根本就看不到，什么都看不到了也不行，你也要有这种变化呀，要有这种笔触啊，要一笔笔的画出来，有这种笔触，你才能会有这种花瓣的这种层次感啊，也不能把它直接画成一片也不行了，是吧？这个就是第一层的这个虚的，我们就直接用笔去点哈，点出大小不统一的这种形态来，点多了就成了面。
好，这个是第一层的花瓣。我们现在在示范第三层的花瓣。第三层的花瓣是什么？大花瓣，深，颜色又深，然后物象是实的。第三层的花瓣，第三层的花瓣，我们真正画的时候会另外调一个底色，但是我们现在示范的时候我们就不调了，还直接用这个把颜色调深一点就可以了。那么第三层深花瓣的时候，颜色深的大花瓣我们要颜色多调一些，把这个牡丹红要调饱满一些，调到笔的2/3的地方。画大花瓣的时候，我们要把颜色调上一些。我们画小花瓣的时候，颜色都是在这个笔尖这一块啊，但是我们画这个大花瓣，颜色就要调饱满了。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么大的一支笔？这个是我们画这个牡丹花的大花头笔，它的出锋有7厘米。是因为它画大花瓣的时候，一笔可以画一个大花瓣，如果你笔太小了，可能就画不出来。然后这个大笔还有一个好处，它就可以装很多这个水分，水分很足，所以你画的时候这个花瓣很润，不会说你一下子就没有水，一下子要补水啊，补颜色什么的。好，我们画这个第三层的花瓣，把颜色调饱满一些。然后第三层的时候，我们笔尖是要沾这个胭脂的，因为第三层的花瓣是颜色比较深，然后它还有点灰。画这个大花瓣的时候，我们画这个大花瓣的时候，可以这个笔，这个毛笔哈，可以这样子侧锋啊，侧锋，然后这样子滚哈。滚的时候，这个笔要有起有落，有起有落的滚，有起有落的滚的时候，你才会滚出这种什么？这种大小不一样的这种缺口和花瓣来，这样子滚出来这个花瓣，它的这个纹路才会好看，有这个里面有这个笔触的一个深浅变化，有这个花瓣有这个边缘的不规则的这种边缘，这样子滚出来这个花才会好看，这个花瓣它才会好看。好，你看这个大花瓣，我们一笔就把这个颜色都滚完了。还有这个大花瓣，我们可以推过去，推一笔，再推一笔，往上推，推出这个大花瓣哈，一笔一笔的推。这样子也是一样，由深到浅的这种不规则的这种边缘，像这样子推出来，这个花瓣也很漂亮。你看我们这么大一支笔画一个大花瓣，基本上颜色就已经没有了，我们又要沾这个底色。好，调色。还有这个大花瓣，我们有这种边缘像翻转过来的这个大花瓣，这样子按下去提起来，再按下去再提起来，再拖一下这个边缘，这样子画出一个这个大花瓣，这种大花瓣也会很好看，还有一种这个大花瓣2笔组成一个大花瓣，这样从里侧来一笔，然后再一笔，这样子2个花瓣，这种花瓣通常我们画在这个花朵的最下面的2侧，这样子的，最下面2侧会有这种大花瓣，2笔组成，像这个花瓣有点翻转过来，有点褶皱起来的这种感觉。还有这个花瓣可以从这个外围画去，这样子一笔过去，没有水分了，没有水，我们要加一点底色，从外围画过去这样子一笔，然后再来一笔。我们画这样子的花瓣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什么？这里可以带一点钩哈，这个花瓣到开到最后，它可能会有点老了、蔫了、打结的这种感觉，带一点钩，它会更加有这个神韵一点。像这种花瓣就像就是最后面，就是最开始开的这个花瓣，我们画的时候要注意这个花瓣的是这2笔，由2笔组成，这一笔上面一笔，下面一笔。我们这2笔组成，我们要注意什么？这2笔的大小，这2笔要有所不同，有变化。我们一直讲的就是变化。还有这个大花瓣可以点，直接这么去点。有
有一些地方哈，你不确定一下子画多大，你就这样子一笔笔的去点。一笔一笔的这么去点，点多了就成了面，点多了就成了面。它也会有这种不规则的这种缺口，这样点出来这个大花瓣也很好看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花瓣我们就分解这么多。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些花瓣来组成一朵花，我们要画一朵花了。好，我们来把这朵花画完这朵花。